月薪2万的中产不过是个穷人装阔的样子，但现在连装都装不下去了。前几天，某券商经济学家的一则演讲火了，直指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——中产阶级正在消失。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消费主力军，如今正在经历一场惨烈的阶层坠落。最近，我听了一位朋友的中产崩溃史，说实话，听完后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位朋友原本在某互联网大厂做技术主管，年薪60万，还有几百万的股票期权。2021年买了套学区房，首付350万，月供3.5万。结果去年公司大裁员，不仅工作没了，股票也变成了废纸，如今靠着做网约车司机还房贷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凌晨4点就得起床，连轴转12个小时，每月到手能有1万就不错了。他苦笑着说，以前一顿饭随便点，现在连公司楼下30块钱的盖浇饭都觉得贵。这不是个例。根据某研究机构的数据，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主要城市裁员潮中，约67%是收入在10至50万的中产人群。更惊人的是，这些人重新就业后，平均薪资降幅达到了58%。说白了，一个月拿2-3万的中层，现在能找到8000的工作就算不错了。我们来算个更吓人的账。北上广深一个中产家庭的标配是什么？房贷月供2万，2个孩子教育私立学校3万月，家庭日常开支1.5万月，父母赡养5000月。这么一算，每月固定支出就要7万。而现在呢？收入腰斩了，支出1分都降不下来。更要命的是，近期房贷利率虽然在降，但对于那些高位上车的人来说，简直是饮鸩止渴。一位深圳的业主跟我说，他2021年买的房子，当时单价7.8万平，现在挂牌5.5万都没人要，光房子就亏了400多万，这辈子都换不回来了。金融圈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某基金经理发了条朋友圈，今年基金亏损80%，客户骂我是废物，但我自己的投资账户亏得更惨，1200万变成了200万。老婆要跟我离婚，说我把她的嫁妆都亏没了。有人统计，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金融行业裁员超过50万人，人均降薪幅度达35%。曾经那些动辄年入100万的金融精英，如今也在为生计发愁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原本的中产们正在经历3重打击：资产在快速缩水，股市持续暴跌，房价断崖式下跌，各类投资项目接连亏损，收入更是雪上加霜，裁员潮下失业人数激增，即便保住工作的人也普遍面临大幅降薪。而偏偏支出端却毫无弹性，高额的教育费用、医疗保险和房贷月供一项都省不下来。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，中国的中产本质上就是一个高收入的无产阶级，只要工资一断，马上就会跌回底层。现在这个预言正在大规模成真。我发现最近中产们的朋友圈变了，以前晒的是米其林餐厅、三亚度假、爱马仕包包，现在呢，争先恐后的开始晒省钱攻略、团购好物、捡漏秘诀。不少人甚至把省钱这门功课都玩出花来了。来看几个我最近观察到的中产省钱神操作。一位前金融圈的精英，每天下班后拎着保温杯，专门去星巴克蹭免费续杯，反正会员等级够高，多续几次就回本了。但谁能想到，这位仁兄去年年终奖还有50万呢。更绝的是，某985高校老师月薪2万出头，愣是研究出了一套白嫖健身房的秘籍，专挑健身房开业，一年能换7、8家，光靠体验卡就能撑1年。瑜伽课从298一节变成了0元一节，我这不是省钱，这是创造财富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
中国中高端消费断崖式下跌。星巴克中国区销售额同比下降31%，高端健身房会员流失率达到47%，米其林餐厅平均上座率从85%跌到40%，奢侈品专柜销售额同比暴跌65%。但更让人心酸的是另一组数据：盒马生鲜1元捡漏专区日均访问量上涨300%，拼多多100亿补贴页面 DAU 增长186%，折扣电影票 App 新增用户超过2000万，二手奢侈品寄卖平台交易额暴涨218%。一位做了12年奢侈品行业的朋友告诉我，现在专柜基本没人，倒是寄卖店生意火爆，很多客人都是来卖东西的，要么是断供前的清仓，要么是给老公瞒着房贷月供。更扎心的是教育领域，一位以前在国际学校当老师的朋友，现在改行做起了教育硬件。他说，今年光我们学校就有超过100个家庭退学，原因都差不多，付不起学费了。一个孩子1年20多万的学费，对现在的中产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了。有个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，2024年前3季度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4个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平均退学率达到了28%。与此同时，公立学校择校生源暴增，很多学校不得不加开新班。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市场。某中介经理透露，最近卖房的清一色是85后、90后的中产，很多都是被裁员后扛不住房贷的。最惨的是一对夫妻，两人都是某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，一个月房贷3.5万，两人失业后只能忍痛80%的价格卖掉。某房产中介数据显示，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同比增长156%，挂牌房源中85至90后占比达到63%，成交价格较购入价平均下跌37%，断供房源数量同比增长203%。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，过去20年，中国的中产靠加杠杆实现阶层跃迁，但当经济下行时，杠杆就变成了套在脖子上的绳索。现在很多中产家庭的生存状态是：一套房子月供1.5万，2个孩子教育每月1万，家庭日常开支1万，父母赡养5000。按这么算，一个家庭每月至少要有4万的收入才能维持。但现实是，双职工家庭能有3万月收入都已经算不错了。怎么办？只能开启省钱模式，把健身房换成公园跑步，把星巴克换成速溶咖啡，把米其林换成火锅自助，把游学换成网课，把旅游换成周边游。一位前互联网中层跟我感叹，以前我们追求生活品质，现在只求活着。这可能就是2024年中国中产的真实写照，体面人正在败退，精致生活正在崩塌。曾经那个有闲情逸致享受生活的中产阶级，如今也不得不为柴米油盐发愁。这一切不过是从体面到困兽的一场无奈转身。看看2024年的中产破产数据，触目惊心。某一线城市法院公开数据显示，个人破产申请量同比增长203%，其中超过71%是本科及以上学历，52%集中在35至45岁年龄段，平均负债金额达到1260万。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群体的崩塌。最惨的是互联网行业，某大厂2024年前3季度裁员比例达到28%，超过2万人失业。这些人的平均年薪原本在60至100万，现在能找到年薪20万的工作就已经很幸运。数据显示，互联网从业者再就业后，平均薪资降幅高达65%。房地产市场更是惨烈。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数据显示，
挂牌量同比增长156%，85至90后卖房占比达63%，成交价格较购入价平均跌37%，断供房源比例上升至8.2%。教育行业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。2024年前3季度，培训机构破产数量达到4621家，从业人员平均降薪幅度达72%，转行比例超过85%，行业总负债规模超过680亿。更让人绝望的是再就业数据。某招聘平台显示，35岁以上求职者中，76%的人愿意接受降薪50%以上，82%的人选择跨行业求职，实际入职薪资较原岗位平均下降73%，求职周期平均延长至8.6个月。从行业分布来看，2024年前3季度的破产案例呈现出明显的行业集中特征。教育培训行业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，占据了近1/4的破产比例。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相关产业，约占19%的份额。互联网和科技领域的破产案例也达到17%，贸易制造业则占15%。其余26%的破产案例分散在各个领域，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幸免于难。这种全行业的破产潮凸显出当前经济下行的严重程度。金融数据更能说明问题。2024年前3季度，个人信用卡逾期率上升至2.8%，消费贷违约率达到3.2%，房贷断供率攀升至1.7%，中产家庭平均负债率达到收入的8.2倍。这些数字勾勒出2024年中国中产的生存图景：资产正在迅速缩水，收入持续大幅下滑，债务负担不断加重，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下行趋势还在持续。根据某研究机构预测，2025年失业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5.8%，中产家庭收入可能再降20%，房价可能继续下跌15%至20%，企业裁员潮仍将持续。中国经济学家指出，这轮中产危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，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，影响人群已经突破5000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危机的蔓延范围更是史无前例，几乎席卷了所有中产聚集的行业领域，无一幸免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这次危机的冲击程度远超以往，大量中产家庭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水平，更是直接跌入贫困线以下，生活质量断崖式下跌。种种迹象表明，2025年可能将成为中国中产最为艰难的一年。失业潮仍在持续扩大，房价跌势未见底部，企业裁员计划一个接一个，工资普遍呈现下调趋势，大量期权正在加速归零。这些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，让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。市场预期同样笼罩在阴云之下。多家研究机构的预测都指向经济的持续下行 ，GDP 增速可能跌破4%的关键点位，消费市场持续低迷，房地产投资萎缩态势难改，就业市场更是雪上加霜。这些经济指标的全面转冷，预示着中产阶级的困境在短期内难见曙光。这不仅是一个群体的沦落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那个充满希望与向往的中产阶级时代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瓦解。而这一次，最可怕的是，我们看不到复苏的曙光在哪里。